比如说，什么叫君子？什么叫小人？它定义是什么？在我们有一本书啊，汉朝一个人写的，叫做管骆。这个人汉朝很有名的相学家。管骆相法里面，他就提到了一句话，他说他在言语的相法里面，为什么叫言语的相法？听那个人讲话的内容，就可以判定他是君子小人。他长在脸上不会说我是小人，我是君子，他不会这样子写。好，那你要听就知道。那为什么要去听？听有什么好处？诸位你去看，你们有空到法院门口去看，在姜太公著了一部《阴符经》，它里面讲了2句话，8个字。他说啊，聋者，他说聋者善视，古者善听。聋子的人，好，什么叫聋子？知不知道？耳朵听不到任何的，听说有人说，他说，你说，我说，妈妈说，他听不到，因为听不到，他只好用眼睛仔细的去看。古者善听，好，眼睛瞎的人叫做古者，他眼睛瞎了之后，他看不到这个人美丑，他看不到这个人穿西装打领带英俊潇洒，他都看不到。上帝有规定说穿西装打领带就不会骗人吗？有规定漂亮女孩讲的话都对吗？没有，因为他古者，他眼睛看不到，他只好用耳朵仔细去听。所以这2种人都很少上法院的。你看那个法院去被他骗的人去告的，都是眼睛好的耳朵好了。那到底谁是残障？残障的定义是什么？所以那些骗的人，宁可我当时把他生成聋子或者生成瞎子还好一点，不会被骗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证明了，让大家看得很清楚。你用耳朵去听，就知道了，不需要去看他长什么样子。你去看外面，绝对不会额头上刺个字“我是小人”，不会刺的。好，但是他的动作都是小人。君子的和小人这2个不太一样。好，让诸位了解我们的目的。君子的言简刚重，讲话很简单，一句话就道尽全，一句话就针针见血，而且刚重是很刚强直重，一句话通到底。小人的定义，这个管骆就讲了，他说谗言易入于耳，邪言轻出于口。我举个例给你听，当年汉高祖在打天下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有个他的手下叫做姓魏，好，魏无忌这个人跑来跟汉高祖报告皇帝啊，你要天下打下来，你要用陈平这个人就可以了。汉高祖一听，陈平来报道。陈平来报道以后，第2天就有2个人跑去跟汉高祖讲，报告皇帝，陈平这个人你怎么可以用？听说有人说，陈平在家乡跟他大嫂都发生关系，这种人你可以用。这汉高祖呢，一听马上就把魏无忌叫来，你这个魏无忌，能不能够介绍这种人来用？你知道魏无忌怎么回答？他报告皇帝，我是介绍他的才能，我没有介绍他的品德。好了，结果天下打下来了，陈平出了大功劳，可是萧何、张良、韩信就没有看清楚，他跟到了汉高祖是小人，所以开国3杰都给汉高祖干掉。所以你容易听人家的谗言进耳的，讲人家谗言的都是小人，被他列为小人。所以当有人告诉你，听说有人说这个，你不要去听，他说，懂不懂我意思？我们好朋友在一起，那可是我很妒忌他，那我想害他，我就跑到你面前来，我告诉你，这位小姐在背后怎么讲你，你知不知道？讲了一大堆。你脑筋清楚的话，这句话就是我说的。其实我很想跟你讲，我也很不喜欢你，很妒忌你，我不好意思跟你讲是我说的，所以我就借用人家的名字来说来害人。社会上这种人10之8九都有这种人。那你一听就听进去，根本就没有去问他。法官办案子都要这双方到面前来谈嘛。什么叫做真话？你说我跟你讲这个话，你说你敢不敢当着他面3方6面，当着他面讲说他背后讲这种话，你敢不敢？如果敢，这话是真的；如果不敢，你就是邪言轻出一口。那你把人家这个邪言听进去，你也是小人，你讲人家也是小人。所以我常常说，桃园小人国不去看啊，台北市一大堆就是小人国啊。大家在那边喝下午茶，就是东家长李家短。大家不要浪费时间去做无谓的事情，浪费时间把智慧用在学习知识上面，学习以后再深思熟虑过，然后明辨是非，看清楚什么才是对，什么这个才是我们要学这个。所以我们今天开宗明义跟诸位讲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去讲这个东西，就是要以正视听，让大家能够看得很清楚。因为我们家国家现在我们感觉到说教育不是很成功，不是很成功，所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